太失望了，我真的是很想夸一夸红色沙漠这款游戏。游戏发售之前 IGN 给他打了个6分，我还不以为然啊。但是这次真的不得不站在 IGN 这一边了。我原本以为啊，它是韩国版塞尔达，奇幻版的荒野大镖客。结果昨天游戏发售，我在直播间一口气直接玩了8个小时之后，才发现它既没有塞尔达的解谜探索，也没有大表哥2的叙事深度，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如育碧家的罐头。当初看到预告片里面可以骑飞龙，可以开机甲，我还特别兴奋，但是一想到啊，如果我想要玩到那些内容，就必须还要再玩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话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动力再继续玩下去了。这款游戏虽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从 MMO 改成单机的，但是它似乎除了把游戏模式从多人在线改成单人游玩，其他什么都没改。游戏的整体逻辑还是 MMO 的那一套。有的玩家可能会说，这个游戏你玩到后面它就好玩了。但是作为一个付费商品啊，一款游戏如果需要玩家投入长达10个小时的时间，才能逐渐感受到它的乐趣的话，那它在前期体验的设计上显然是存在问题的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买这款游戏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现阶段真的暂时别买了，因为我已经后悔冲首发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分享一下我这8个小时的游玩心得，说一说这款游戏为数不多的优点和数不胜数的缺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九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它为数不多的优点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它的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仅仅是游戏的第一个区域啊，看远景的时候根本就是完完全全的震撼。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战斗系统，我个人感觉这一套战斗系统非常有深度，各种什么飞踹、过肩摔、撑杆跳、完美闪避、完美格挡，还有敌人和物体或者是敌人和敌人之间的碰撞，做得非常棒。我个人现在最喜欢用的连招就是长矛撑杆跳飞踹，然后紧接着连上去一个鼠标左右键一起的那个挥砍。然而这么棒的战斗系统啊，却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慢半拍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打那个商会的哥布林 BOSS 的时候特别明显。对于 BOSS 招式的预判，你需要做到极其的精准，因为你的行动总是肉肉的，而且这种肉肉的感觉啊，不仅仅体现在战斗上，整个游戏都有这种慢半拍的感觉。我打开地图或者菜单，它会慢半拍，我从菜单外面按 ESC 回到游戏，然后按 H 键召唤我的坐骑的时候，它也会慢半拍。很多时候啊，我第一次按 H 的时候，召唤坐骑的口哨都没吹上，每次都要按2次。最早在游戏中让我感受到这种慢半拍的感觉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扳手腕的这个情节。每次出现 QTE 让我按，我都觉得我按到了，但是他每次都判定我没按到，结果我稍微提前一点按，反而能够按到。这个贯穿游戏的慢半拍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整个游戏最主要也最严重的问题。对于动作游戏来说啊，它可以说是致命的。如果修复了，我甚至觉得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挽救这部游戏。再比如说你和物体交互的时候，尤其是捡东西的时候，你按 E， 由于人物的动作特别拟真，所以幅度会很大，然后它又特别的肉，所以每次都要找各种角度去对准了才能交互得上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用弓箭点燃箭矢然后烧掉藤蔓的任务一定有印象。想把这个箭给点燃啊，你得对着那个篝火找一个特定的角度才能点得上。我当时玩的时候啊更逆天，之前因为打小怪掉了一个有毒的箭矢，然后呢那个有毒的箭矢就被系统自动给装备到我这个装备上面了，结果我怎么点都点不着。后来才发现我装备的箭矢不对，游戏也没有提示，害我浪费了很多时间。这个游戏啊干什么都很不跟手，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啊？就像当年在 PS3 上玩 GTA 5的那种感觉。我玩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不是因为我5090太自信了，全部拉满了，因为优化太差，特效开太多了才导致的这种卡顿。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把画质选项全部拉到最低，它依旧是同样的肉，同样的卡顿。事实上游戏的移动逻辑也跟 GTA 5很像，你想要跑步的话不是按住 Shift 键就可以的，而是需要连续的去点按 Shift 键，这导致我左手的小拇指啊在玩了几个小时之后特别的疼。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把按键改成鼠标上的功能键，才舒服了不少。而且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指引做的实在是太差了，我连怎么跑步都需要自己去试才能试出来，更别说那些更复杂的交互逻辑了。操作已经这么不跟手了，他还不好好告诉你怎么玩，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真的能劝退很多人。最广为人知的这个解谜场景啊，我其实倒觉得还好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卡住我的解谜场景是这个用剑去反光的这个地方。这个拿剑反光的这个操作啊，你需要在武器收起的状态下
记住啊，是武器收起的状态下，按住左 Ctrl 再去长按鼠标左键，才能进入这个反光的蓝光模式。然后游戏的指引既没有告诉你需要在收刀的状态下才能这么做，也没有告诉你哪一个按键才是收刀键，这导致我在这里卡了很久，看着游戏给出的迷惑说明，然后一直在出刀状态下乱砍空气。后来实在是没辙了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了看按键绑定，才发现有一个收刀键 T 键，然后才成功的在收刀的状态下，根据游戏的说明开启了这个蓝光视野。而且这种信息缺失的问题啊，不仅仅体现在新手指引上，整个 UI 的设计逻辑都是一样的问题。比如说背包里的物品不能拖拽，只能按空格键装备，这明显就是手柄的操作逻辑，在这里却没有给键鼠玩家适配。又或者是我前面提到的商会哥布林 BOSS，这个 BOSS 我打了很久很久，重试了很多遍。长枪作为我打这个 BOSS 最顺手的武器，却在我每次死亡选择重试之后，无法直接变成我的默认武器。我每次战斗开打的时候，都需要赶紧按装备轮盘，先把武器切换成长枪，弄得我很多时候还没有开打，就因为要切换武器，就被 BOSS 先手暴揍。然后地图上，如果你想去一个指定的目标地点，小地图可以说是几乎就是没用的。就比如说我想去哪儿啊，它不会给我导航，只会告诉我方向。如果说这是为了拟真，其实我也能接受，是不是？我自己按 M 看大地图没问题，魔兽世界谁没玩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要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就需要反复的去按这个 M 键看大地图。可是每次开地图呢，都有那种我之前就说过的那种卡卡的肉肉的感觉，非常的难受。说到拟真啊，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在有些地方的设计有点过于拟真了，什么都要亲力亲为。比如说我路过一个野花什么的，我顺手按下 E 去采集，结果人物会突然停下来做出采集的动作，而不是直接进入我的口袋。又或者是砍树的时候啊，我要先把大树砍倒，然后再砍成3段，然后再把每一段砍成木材，然后再对准那个 E 的交互键，再把它捡起来。我是觉得你收集一个资源真的需要做到这种程度的拟真吗？还是说这纯纯就是为了拖时间呢？游戏中的黑夜啊，也特别的拟真，特别的黑，黑到如果我是在晚上打架，我根本就看不清敌人到底在哪，到底在干嘛，开了油灯也帮助不大。然后屋外是黑灯瞎火的，但是房子里面的居民是从来不睡觉的，24小时待命。还有这种掉到地图地下的这种穿模 bug， 直接是让我梦回暴风城探索视频了都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如果你真的要玩这个游戏，你千万不要用手柄去玩。我一个键鼠玩家都已经是手忙脚乱到这个程度，完全不敢想手柄的操作会是怎样反人类的存在。我看到有评论说啊，这个游戏是砍杀版的大表哥2，我倒是觉得啊，它除了人物在运动层面上有那种拟真的肉肉的感觉，和大表哥2很像，其他真的跟大表哥2有很大的差距。尤其是剧情上的节奏，放心啊，我后面说的不会有任何剧透，因为你玩了8个小时，这个剧情可以说是毫无进展。游戏的剧情一上来就是主角的组织被敌人团灭了，大家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作为主角死里逃生的我，首先给我的任务是帮村民啊疏通烟囱，给厨师烹饪鱼汤，帮小孩找小羊这种通马桶的任务。我知道这些前期任务啊，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教你生活技能的教程，但是这主线的节奏也太慢了。玩了8个小时啊，我才把营地搭建好，才解锁了那个可以用来玩支线的女角色。忘了说啊，搭建营地也是要亲力亲为的，什么把麻袋从 A 点搬到 B 点，什么给帐篷的钉子敲紧一点，和砍树的逻辑一样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。有的人说这个游戏主线无聊，但是游戏有很多探索和支线啊，我觉得并没有。我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啊，以为这个游戏会像塞尔达那样啊，走2步一个神庙，走2步一个解谜，过一会儿一个事件，然后打完给你奖励，让你提升自己什么什么的。但是这个游戏我玩到现在啊，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那种让我产生好奇心，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路边解谜什么的。这几个小时我就是纯纯的在跑任务。后来不是打那个商会 BOSS 我打不过吗？网友告诉我要去找那个声望商人去换装备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最后还是把整个城镇的问号都逐一排查了一遍之后才找到他。找到之后才发现换装备的货币是通过支线获得的，你不换的话，因为你的动作很肉， BOSS 打你又会很疼，你很容易就会死掉。所以为了打败 BOSS， 你不得不去做那些通马桶的支线。最后我只换了1件衣服啊，就实在扛不住了。在网友的建议下，用的是另外一种有点邪道的打法，那就是做了很多食物带在身上。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啊，吃食物是立刻回血，且没有硬直动作的，硬是靠着吃东西回血把这个 BOSS 给磨死了。8个小时的游戏进
进度啊，个人感觉在正常的单机游戏里，最多2个小时就应该达到相同的进度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开发者的困境啊，因为这个游戏从立项开始就是按照 MMO 的框架去搭建的，地图大是因为要容纳几千个同时在线的玩家，支线多是因为要给玩家提供每天登录的理由，大量通马桶的任务是因为 MMO 本来就是靠这种重复性的任务来维持留存率的。这一套逻辑在网游里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，因为你旁边还有队友，你还有工会，还有聊天框，枯燥的任务本身也是一种社交载体。但是改成单机之后，这套东西如果直接照搬的话，它肯定会崩的。单人游戏的节奏感来自什么？来自叙事的张力，来自探索的密度，来自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给你一个哇还能这样的那种时刻。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说他被折磨了10个小时之后才慢慢懂得如何享受这款游戏。但是我想说的是啊，一款游戏作为一个问消费者收钱的商品，如果要玩10个小时才能开始有乐趣，那它在商业上必然是失败的。别看它现在卖了200万，都是砸大钱营销的结果，后续肯定要断崖式下跌的。我自己不就是被营销骗进来的一员吗？后续几天啊，我可能会好好休息一下，再去尝试玩玩这款游戏，再给这个游戏一次机会，看看它10个小时之后是不是会变得更好玩。毕竟它是一款全价游戏，而且我也早就超过2小时的退款时间了。到时候如果说我的看法有所改变，我会再出视频给大家做详细的报告。那么你觉得红色沙漠好玩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是老九，我们下期节目见 ，peace。这特好 I don't give a damn。我天，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，天哪，特好特好，你看你自己看。